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楊洋骨折8週能好，但不讓江山的陰陽劇本撕碎了行業信任，誰賠？楊洋手部骨折需要8週康復，但陰陽劇本給影視行業帶來的信任骨折，需要多久才能癒合？不讓江山這幾天陷入了陰陽劇本羅生門，鬧得沸沸揚揚。先是開機儀式上，楊洋手部骨折受傷的照片流出，粉絲憂心忡忡。緊接着網傳劇本曝光，男主李赤的人設被改的原著作者都不認識了。劇組緊急發布聲明，否認存在陰陽劇本，稱爭議內容為未定稿資料。最後原著作者之白更是直接取關劇組官微，釋放不滿信號。這一連串操作，與其說是孤立，不如說是折射出影視行業深層資本遊戲與制度缺失的典型案例。當資方拿着頂流演員當招牌招商，實際拍攝時卻把主角戲份拆解，強捧自家新人，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操作已然成為行業潛規則。何為陰陽劇本？資本遊戲的3重傷害。陰陽劇本這個詞兒，乍一聽像是懸疑小說裡的橋段，實則是影視圈心照不宣的把戲。它指的是劇組與演員簽約時承諾的劇本版本，與實際拍攝時使用的劇本版本存在本質差異。在不讓江山風波中，網傳劇本顯示，原著中楊洋飾演的草根梟雄李赤，原本智勇雙全，有勇有謀，到了劇本裡卻變成了滿嘴粗話，動不動就爆粗口的莽夫。男二唐匹敵的戲份卻肉眼可見多了起來，很多原著裡屬於男主的高光台詞、關鍵劇情都被挪到了男二身上。更離譜的是，女主在流出的劇本裡直接變成了男二和男三的跟班，番位直接掉到了4番。這種操作的傷害是3重疊加的，對演員而言，簡直是職業尊嚴的碾壓。楊洋提前進組訓練導致手部骨折，劇組防護措施不足，而男二服化道精緻度遠超男主，且網紅後本憑惡搞梗空降出演配角。這種赤裸裸的雙標待遇，不僅消解了演員的創作預期，更是對其職業聲譽的公開羞辱。對演員來說，簽約時承諾的大男主定位，在拍攝中淪為敘事工具人，核心特質被篡改，關鍵高光戲份被移植，這已經不是藝術創作的問題，而是對職業認同的毀滅性打擊。對原著作者的傷害，則更加直接且深刻。不讓江山原著作者之白在劇集開機時，曾主動關博並更換頭像表達期待，卻在短短2天後單方面取關官微，僅保留對主演楊洋的關注。這一舉動被網友視為對劇組陰陽劇本和角色魔改的抗議。網傳劇本將草根梟雄李赤的智謀線移植給男配，核心台詞不讓江山變為配角遺言，男主戲份被壓縮至30%以下。這種為強推資方簽約藝人而拆解主角人設的操作，本質上是對原著精神的血腥剝離，更是對作者著作權的公然踐踏。而對觀眾而言，這無疑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消費欺詐。觀眾基於前期宣傳，無論是備案劇情還是主演陣容產生的觀劇期待，在成片或不對版的那一刻徹底崩塌。當劇組利用楊洋的頂流號召力完成招商與收視保底，卻在拍攝中將其視為引流工具人，這不僅是商業道德的淪喪，更是對觀眾智商的侮辱。觀眾花錢花時間，最終卻看到一部主角被邊緣化、劇情被肢解的注水劇，這種情感欺騙的傷害，遠比一集爛劇來得更深遠。資本邏輯下的遊戲規則，為何維權道阻且長？資本為何熱衷玩這套陰陽劇本的把戲？答案其實赤裸得令人心寒。在不讓江山爭議中，男二扮演者翟子路所屬公司為聯合出品方星光影業，該公司注冊資本僅29.7萬，
且涉嫌多起合同糾紛。這種皮包公司式的操作模式，背後是資本驅動下的短期逐利心態，利用頂流演員的知名度快速變現，強推自家新人或關係戶，迎合市場投機，規避前期審查或招商風險。資方、製作方、平台之間的複雜利益鏈條，為陰陽劇本提供了天然的生存土壤。資本將 IP 視為流量提款機，編劇肆意移植主線、注水支線，導致不讓江山草根、守護家國的核心利益被階級偏見取代。這種操作鏈條包括合同欺詐、利用未定稿劇本條款掩蓋篡改意圖、演員簽約時難辨真偽、資源置換強行塞入網紅、關係戶演員、擠占專業演員戲份、價值觀異化為捧特定角色不惜扭曲故事內核。然而，維權之路卻道阻且長。法律層面的困境，讓這場博弈從一開始就傾斜得不成樣子。合同欺詐的認定難如登天，劇本修改的度難以界定，合同條款往往存在模糊地帶，舉證困難重重。劇組以未定稿為免責盾牌，迴避廣電備案劇本與實際拍攝的差異。這種利用審查漏洞的陰陽劇本策略，已成為資方規避責任的標準化操作。虛假宣傳的追責更是遙不可及，宣傳與成片差異的認定標準，監管界限模糊不清。就算資方利用楊洋的知名度招商引流，在實際成片中大幅削減其戲份，也很難被認定為違反不正當競爭法或廣告法。侵害作品完整權的實踐更是紙上談兵，法律界定在影視改編中的具體應用挑戰重重。原作者維權成本高、週期長，往往只能選擇取關這種無聲的抗議。演員的弱勢地位，則是這場遊戲中最殘酷的現實。行業生態下，演員尤其是個體藝人面對強勢資方時，常常面臨妥協保工作還是硬剛毀前途的兩難選擇。楊洋粉絲56家站點聯合聲明停拍放人，揭露頂流亦難逃資本拿捏的行業困境。當資本可以通過陰陽合同與行業潛規則架空主演創作話語權，演員的話語權早已被剝奪得所剩無幾。行業頑疾、系統性失控與破局之困。陰陽劇本風波不過是影視行業積弊的一次集中爆發，背後的行業生態頑疾早已病入膏肓。急功近利的制作環境，讓所有人都變成了短視的賭徒。資方賭這部劇能回本，制作方賭這部劇能火，演員賭這部劇能提升口碑，觀眾賭這部劇值得一看。而陰陽劇本就是這場賭博中最骯髒的作弊手段。編劇地位與話語權的弱勢，更是這種頑疾的核心症結。當編劇淪為資方的打字員，當原著作者成為掛名的文學顧問，創作尊嚴已經全面淪陷。行業信用體系的缺失與契約精神的淡薄，讓每一次合作都變成了互不信任的博弈。監管機制的相對滯後，則給了這種博弈無限的灰色空間。破局之道何在？建立更嚴格的劇本備案與動態監督機制，聽起來是治本之策，但實施起來阻力重重。創作自由與監管平衡，永遠是藝術創作的永恆難題。強化行業自律與合同規範，呼籲細化合同條款，明確劇本重大變更的約束條件與違約責任，但這需要整個行業的集體覺醒。而在當下的逐利環境中，這種覺醒更像是一種奢望。提升創作者話語權與法律意識，是更為現實的路徑。鼓勵演員、編劇、原作者等提高維權能力，善用法律武器。焦俊豔的維權堪稱行業標杆，他簽約一部現代懸疑劇，原定飾演擁有法庭高光系的精英律師，進組後劇本卻被偷換為戀愛腦人設。多次溝通無果後，他果斷退組並退還全部片酬，為此承擔80萬元違約金，直言要對自己的粉絲負責。這種藝術底線高於商業妥協的標杆，需要更多創作者站出來。
發揮觀眾與輿論的監督作用，或許是最後的防線。當豆瓣想看人數暴跌至296人，當作者取關被視為創作者對資本的最後反抗，當觀眾發起抵制投資方行動，這種來自消費端的壓力，或許能讓資本冷靜下來思考，用頂流招商卻捧關係戶，消耗的不僅僅是演員的聲譽，更是整個行業的信用根基。信任的骨折，需要制度來接骨。陰陽劇本給影視行業帶來的，不僅僅是楊洋一個人的委屈，也不僅僅是不讓江山一部劇的爭議，而是一場對整個行業信任體系的系統性破壞。當資方可以將頂流演員視為引流工具人，當製作方可以將原著精神拆解得支離破碎，當觀眾只能被動接受或不對版的成品，這個行業就已經病得不輕了。治癒這場信任骨折，需要的不是一兩個聲明，也不是一兩場輿論戰，而是制度層面的系統性改革。建立透明、誠信、尊重創作的行業環境，不是一句空話，而是整個產業生存下去的必需品。完善監管機制，加強行業監督，重塑契約精神，這三根接骨板，缺一不可。從有匪的注水劇本，到清簪行的番位詐騙，再到不讓江山的陰陽劇本，一線演員尚且難逃資本綁架，行業生態的惡化可見一斑。當創作淪為資源置換的遊戲，當藝術成為資本套利的工具，影視行業的未來恐怕比楊洋左手骨折的康復期還要漫長。如果你是演員，簽約後才發現遭遇陰陽劇本，你會選擇忍氣吞聲還是硬剛到底？感謝您觀看視頻，請訂閱我們的頻道以支持我們。